1995年，我跟当时交往的人呢，第一次一起出去旅行，就遇上了神户大地震。当时出我的第一本书，我把我在神户的朋友找来，然后我把很多个想好的书名铺在地上，跟我的朋友还有一起旅行的人，我们就在那边选哪一个书名看起来最吸引人。之后呢，神户地震就发生了。发生的那一瞬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其实没有办法手刀逃跑哈，我得你们认得我的人知道我动作没有那么敏捷，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到地震，而且是我没有遇过的巨大的地震。然后我看到一个衣柜就直接倒下来，要打到我的朋友的身上来，然后我就跑过去把他推开，然后衣橱就倒在地上，扎在他本来睡觉的榻榻米上面，所以算是救了他一命。他当时非常惊讶我怎么会做这件事情，我也很惊讶，我不知道我会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想象手刀逃跑是怎么回事哈。就如果你有那个反应手刀逃跑，如果你是那么敏捷的人，你一定有办法拉他一把，就是不差那0.1秒的时间。所以我事后回想，如果那一次我手刀逃跑没有把他推开被那个衣橱扎到的机会的话，我们两个彼此都会变得很尴尬。我会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他也会没有办法原谅我，我们会有一个疙瘩在。幸好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们逃过这个考验。回过头来讲今天的题目，在座的每一个人说我原谅他，我就放下了。讲过这句话的人，夜深人静，扪心自问，只要有1秒钟回想起这件事，你就没有放下。所以对方一直指控我们不原谅是恨，我今天的立场不是这样，我今天的不原谅是没有办法，而不是不愿意。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以德报怨，何以报之？抛弃你的人你原谅他，那留下来陪伴你的人算什么？你要如何回报他的爱？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投下了该原谅这3个字，你就给了有这种遭遇的人一个压力，他原谅不了，可是他被你说我该，所以我只好假装说我原谅，我放下。作为一个好的人应该要这样，可是我做不到，所以我今天站在这一边，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我认为放下是坏事，只是原谅是骗不了人的。我们中国的诗很动人，当中有4句我很喜欢的诗是：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什么是来日大难？就是我们有一天会死。他写是2个年轻的恋人开心的抱在一起的时候，想到有一天我们会死，忽然口燥唇干，觉得人生好残酷啊。下一句他写的是今日相乐，皆当喜欢，就是今天我们2个还在一起，互相喜欢彼此，我们就应该感觉到很快乐很高兴。我们中国人说老来伴，就是我们甚至不是情侣，老来就是一个伴，伴侣就是陪伴在你身边的才叫做伴侣。而来日大难就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能够想象有一个老先生卧病在床，然后老太太说你快死了，我要走了。这也许可以被原谅，因为老太太也许很害怕，不想要面对死亡的情境。可是你觉得躺在床上那个老先生，你会去指着他说你该原谅你的伴侣哦，因为大难来了，每个人只能够顾自己。就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讲的是残酷的真相，不是讲的事实应该如此。所以我今天站在这一方的立场跟你们说，伴侣手刀逃跑不该原谅，而且来日大难我们都逃不过。你海啸会跑，森林大火会跑，地震会跑，都是因为怕死掉，而死是一定会来的。如果你忍受了他在快死掉的时候就离你而去，当你真正要死的时候，你想一下伴侣离你而去，那还有伴侣存在的意义吗？谢谢。
你有必要吗？搞到这么大，魂穿，来不来就说死，都会死啊。但既然都会死，那就不要求生了。那只要有力气，拿起枪的时候就把自己崩了算了。不是这样的，那个大难是最终的大难，它必然到来，但不意味着这个我们就不生。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事儿。第二是康永哥一直在说不该原谅，但是你知道他有好多怨恨在这4个字里面，难道这就是您所说的今日相乐，皆当欢喜吗？恐怕也未必。逃跑那是人的本能反应，但是我所说的本能反应跟傅首尔说的本能反应不是一回事儿。我说的是本能的应激反应，就是我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的危险的时候，我跑是我的天性。我因为爱你，经过思考，那是我的人性。所以我们讨论的是在那个瞬间人性和天性的博弈。我们有不跑的天性是什么？如果面对你的是你的孩子，你没法跑，因为你承担不了那个后果。你的对他的天性会覆盖你想逃跑的天性，会覆盖你趋利避害的天性。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保镖》 ，Kevin Costner 是一个久经训练的保镖，然后 Whitney Houston 是一个摇滚巨星，然后他去给他当保镖。他不喜欢他，但是他会用身体挡在他面前，挡那个子弹。这是训练的结果。当一个消防战士面对火海的时候能够往里走，是训练的结果。但我们没有这个训练，那我们的应激反应难道值得谴责吗？人性和天性做斗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人性对还是天性对。郭俊告诉我们，你人生当中一定有那些不能原谅的事儿，我也有，我一生当中绝不能原谅的，比如劈腿，比如背叛，比如上厕所不洗手，都可以。但是那是事前，事后你真的会有一个一辈子都不原谅的人吗？在座这么多观众，2万多人，你们心中到现在有谁是你确定这辈子你都不会原谅的人吗？有的你举举手。有一个。这么多人当中有一位举起了手，他很勇敢，谢谢你。因为你一定有一个坎儿没有过去，你原谅的那个人是他吗？原谅这个话题是整个这道辩题的核心，它指的不是原谅别人，是原谅你自己。无论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样，其实你都只有原谅你自己。我觉得真的原谅才是整个这道题最重要的那个地方。傅首尔是一个不原谅的人，我特别想问，你说你不原谅你老公之后呢？你是抽他还是骂他？只要你不是宰了他，你都是在寻找原谅他的方式，对吗？以重建你的内心世界，达到你的平衡。所以该不该原谅不是最重要的，原谅是一个必然的东西，没那么多值得讨论的。康永哥，我帮您计时1分钟。妹妹掉下了眼泪，好，有一点感慨。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时刻，会想到一个我们过不去的一件事或者一个人。马东刚刚讲那个东西不叫做原谅，叫做算了。我们活久了的时候，会觉得累了，我们跟自己说算了。我们没有原谅对方，没有每一个错误都要求被原谅这件事情。世界上有那么多可恶的人，
犯了可怕的错误，我们一一去原谅他们。我们不是圣人，做不到那件事。我们只是累了，所以后来就算了。岁月替我们把这件事情给撤销、抹除，不表示我们该原谅。今天的题目不是原谅不原谅，是该不该。没有人可以逼迫我们采取该的立场。这是我要回答马东的第一句话。赵又廷今天出现的时候，我浮现一个幸福的画面，是你主持婚礼的，是吧？我参加了婚礼，然后赵又廷当时在婚礼上做了所有的新郎会做的甜蜜的承诺。伴侣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他做了承诺，毁坏这个承诺，就失去做伴侣的资格。好厉害！我相信如果有手刀，现在马老师应该不是想逃跑。我原谅他。我算了。现场的2万多名观众派出的100位代表，从心里觉得该原谅按红色，不该原谅按蓝色，请选择。3、2、1，停。好，我们先来问问我们的男神赵又廷先生。哇，好开心回来这个现场，真的好棒，大家都好棒。我觉得今天这个辩题很难辩，但是大家都辩出了一个角度，真的是还蛮令人赞叹的。但我自己还是站在该原谅这个说法。一件事情并不代表它的全部，你不会每天都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灾难，这么大的一个危险的事件，你们还有日子要过呢。我不觉得一个危险的事情就能够足以毁灭你们过去所有的幸福的时光。当时你爱上他的，不一定是他不离不弃的一种勇气吧，说不定你比较现实，你爱上是他的金钱跟一个稳定的生活，这个也没有错呀。或者你爱上是他的才华，那这些东西因为这件事件就会不见了吗？我觉得给他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好的过上一个开心安稳的接下来的下半辈子吧。刚才 Mark 说完，居然底下我突然想到，我要请我的一个朋友原谅我，因为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是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在喝咖啡，然后喝咖啡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说，为什么就轰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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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然后直到后来我发现，我那个朋友背后那个墙上挂的几个杯子掉在了地上，我才知道那个是地震。后来就有人说地震了，这个时候我的朋友就站起来摆好了手刀，而我要请他道歉，因为我做了一件事情是，我赶快把剩下的那半杯咖啡喝完了。为什么？为什么要喝咖啡？因为我是金牛座呀。上场之前有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全林老师在从头到尾的跟大家安利《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总有一个神会让你突然回到18岁。哇，这张照片巧了，怎么回事上呢？老妖好吗你？这个流是的，这个是的，哎，但今天你的造型，我以为有人放了个拖把在那。其实这种中分长的直发，黑的很不好驾驭。非常难，因为我从来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驾驭过一头长发嘛，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撩它。那你练过怎么撩吗？我练过，是这么撩，但好像有点娘啊。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从后面撩。”我说：“哦，这么撩。”就还是不行，确实很难驾驭。你再看看思达，啊，撩怎么撩？就是前世冤魂的感觉。你也撩一个，这撩啊！
难啊，这个很简单啊。但思达，我跟你讲，今天这个造型是对的，因为今天的造型用在辩论场，真的有一种很不好惹的感觉。其实我现在可痒了，可难。听说呢，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有一场这个很重要的吻戏的时候呢，要开拍之际，于是 Mark 就起身离开，去漱了个口。当时呢，他的搭档杨幂同学的反应是：你漱个口，我是不是得吃个蒜？很抱歉，完全没有顾虑到杨幂的感受。对，因为她是不准备要刷牙。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如下的这个吻戏片段，我们来看一下。这么多吗？太多了，把所有人都剪到位。为什么嘴扯那么长？这样很容易把杨幂弄成一个天包地。又请杨幂的口感是什么样？老婆，这期节目别看啊，不要看。那你觉得高圆圆的口感怎么样呢？我觉得唯有天上有。什么时候开始辩论呢？没有辩论，今天就是赵又廷见面会。哦，是这样。我们开放一个互动的环节，我们请 Mark 挑选一位观众来感受一下他的嚼劲儿。我先润润唇啊。我觉得 Mark 拍完这个33世之后，不但会撩头发，很会撩，什么都会撩。我先去刷个牙了。考虑到 Mark 说过下辈子还要娶圆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互动就点到为止，好不好？好，就这样。好了，还是要辩论的啊！欢迎各位来到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独家冠名播出的《奇葩说》。我们要谢谢奶后吐真言的蒙牛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谢谢纯真。好了。我们今天是一期不一样的节目，因为今天呢有3位，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我们奇葩大会的遗珠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因为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常常一场比赛可能会看不出太多的所有的潜力，所以有些朋友呢其实会被大家，特别是我们很多热心的网友会觉得太可惜了。其中有3位是最受网友热评的3位，一位是我们的傅首尔，欢迎首尔。郭俊，大家，品中心品大夫，大家好。遗珠赛比赛规则：遗珠队3人组成一方，和场上的3名奇葩争锋对尬，获胜队得奖金。比赛结束后，现场的100位观众对3位遗珠分别进行投票，按红色按钮表示你快回来，按蓝色按钮表示遗憾错过。获得超过70位观众支持你快回来的遗珠，才能重回赛场。遗珠们加油吧！100个里面要有70个，我个人觉得还是挺难的。今天散发个人魅力，把握你们的机会。遗珠闪闪发光的时候到了，来给他们加油！好，我们来看一下本期的辩题是什么，来，请看小片。我是佩佩，我有一个交往了3年的男朋友，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让我再次陷入纠结。佩佩，我要别说，我懂。那我们就开始吧。亲爱的，你剪的可真好。为了今天，我已经准备了20多年。你真贴心。是不是地震了？亲爱的，那我们是不是要一起跑啊？哼，爱我的时候，我是心，我是肝，
我是宝贝甜蜜酱。可是，一旦遇到了危险，他丢下我就跑了。不是不让跑，你跑的时候也拉上我呀。他能抛下我第一次，就能抛下我第二次，我怎么能原谅他一次次的伤害我呢？绝不原谅。其实仔细想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我也没发生什么事儿，而且他平时对我也挺好的，不能一棒子打死。所以遇到危险，伴侣手刀逃跑，我到底要不要原谅他呢？踢馆赛，踢馆的都是谁？郭俊、傅首尔、李医生，这次又回来了，好开心！我参加完奇葩大会回去啊，已经被我们家楼下卖鸡爪的认出来了，但是那个卖水果的还不认识我，所以我想再回来打一轮。针对他们3个有什么策略呢？我觉得没有策略，但是要赢，就为了拿钱。就网上都说我们3是遗珠嘛，我们这次回来要把这海里翻出浪来，好不好？如果淘汰了，就把我们3颗遗珠放到闲鱼上去卖掉。加油加油加油！我这也能卖出去的闲鱼 APP， 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好，遇到了危险，伴侣手刀逃跑，该不该原谅他？正方是该原谅，反方是不该原谅。我们首先请现场的100位观众来表达你们的意见，来，请选择。哇，3、2、1，停！大比分，有74%的观众认为不该原谅。我们来看看，今天有2位导师会要辩论，康永老师和马东老师，2位请用你们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亮出你们的直方。康永哥是。如果是赵又廷就原谅，不是赵又廷就不原谅。无论是不是高圆圆，都会原谅。罗老师，您觉得该不该原谅呢？反正我就提醒大伙儿一件事儿：渣男很难悔改。对我来说肯定是不能过了啊，肯定是不能过了，肯定是不能过了，肯定是不能过了。我觉得他只是找个理由看向赵又廷的方向。我今天可以多跟全林聊天，因为你在跟我对话的时候，目光都穿过了你。现在网上有一种词叫“魂穿”，来吧，魂穿我吧。来呀，魂穿我呀！好，我们问一下 Mark， 如果你的伴侣遇到危险的时候手刀逃跑，你会不会原谅他？这题很难辩啊！我觉得如果在男方立场的话，应该女孩子逃跑应该原谅吧，当然。但如果在女方立场的话，这男的怎么可以逃跑呢？所以圆圆是不是做任何事情你都会原谅他？是。开始辩论了。这个节目来宾不太好，一直在 Q 流程。今天赵又廷已经喊了3遍，开始辩论吧。那我们就开始辩论吧。我们正方今天的一辩是哪一位呢？好，是我们马建岳同学，来，小马加油。这道题是伴侣手刀逃跑，该不该原谅？先不管该不该原谅，至少我没死，我还有机会站在这里说我原不原谅他。那我们讨论一下，什么情况下才会说到原谅和不原谅呢？你想原不原谅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爱不爱他？那我到底对他是不是真爱呢？我如果对他是真爱，我完全可以原谅他。什么叫做真爱？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管他对我怎么样，我都要爱你。这个叫做真爱。在真爱的情况下，你不仅要跑，你要赶快跑，我要鼓着掌给你打着那个点儿跑，知道吧？就是我们四川有一句话叫做好头一个算一个。我作为一个前女团成员，我其实从来没有讲过我的爱情，因为我们是不能讲爱情的。今天我终于可以讲一下我的爱情了。没错，前女团是什么意思？那个团叫退出特别女团了。是那个我要去读书，所以才对，我知道你其实来奇葩说之前，你本来准备要出国留学一段时间，就很意外呀，突然就被选上了，就来当辩手了。你刚才是有点
觉得命运在捉弄你们。好，回到前女团重圆，现在终于没有那个约束可以讲爱情对，了。讲爱情了。其实我也谈过恋爱，我对我的男朋友讲真，我就是无私奉献型的。我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是个网瘾少年，多网瘾呢，早上9点钟进去，凌晨1、2点再出来，我就陪着他，我也不打游戏，我就坐在他背后，他要是饿了，我就去买饭，渴了就买水。他很渣男啊，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是爱他，我对他就是可以死心塌地。有一次他在上网的时候，我给他送了饭过去，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刚好下雨了，也没有带钱，我就是走着路回去的。但是在走路的时候，我是生气的，但是我在想，我爱他吗？我是爱的，所以爱可以容忍很多，哪怕是个网瘾少年。我觉得爱情是我可以完全奉献的那种，在爱情里面总有高一点的和总有低一点的，总有一个一直在付出的，总有一个一直在接受的。如果你连这个都接受不了，谈什么恋爱？你爱自己就好了呀。其实我从小，我爸妈就经常去工作到很晚，我小的时候没有接受到太多的父母的爱。我一直觉得我长大了，有机会爱别人的时候，我就要全身心的付出，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他，因为我不想他像我一样在遭受这种痛苦。我小时候的那些经历让我变得很坚强，但是我凭什么要求你也很坚强呢？永开，如果永开是我的男朋友，陈永开跑了，你们会怪他吗？他看起来就比我又小，又没有我壮。要是真的遇见危险，我愿意在陈永开的面前。因为我爱陈永开。你是这期爱还是每期都爱？就只有现在爱，现在爱。要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什么叫做不原谅？你预测的一些东西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比如说我的家人没有给我那么多爱，我难道要去不原谅我的父母吗？我的伴侣，我预想他在我遇见危险的时候会一直陪伴我，但是他没有陪伴我，这只是偏离了我自己的预期而已。难道我这样就不原谅我的伴侣吗？这是不对的，因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可以容忍一切。只要你爱他，我不相信你会不原谅他。我觉得如果不能原谅，那就做一只单身狗，永远只爱自己就好了。反正如果陈永开是我的男朋友，我们遇见危险，我可以为他去死。我怎么觉得他不像来辩论？像表白的。我觉得小马的每一次的辩论都有一种直抒胸臆的这种痛快，然后他也不是讲什么大道理，但是他讲的东西我能很有共鸣。对，我能嘎到他那个共鸣点。反方的一辩是谁啊？傅首尔。傅首尔只有一张嘴的闪电阿姨，必杀技，她的嘴炮会爆炸。我一开始拿到这个辩题吧，我理解错了。我不知道手刀是啥意思。我说手刀是把手变成刀，把我打晕然后跑吗？我说这个就不是原谅，这是要追杀呀。然后后来就告诉我说手刀是快速逃跑的意思。你说像我这样的人，连圣女果做汤我都原谅不了，我怎么可能原谅伴侣逃跑呢？为什么不原谅？第一，有人说逃跑是一种本能，但我觉得恨、愤怒、不原谅也是一种本能。为什么要放纵一个人的本能，压抑另一个人的本能？这不是双标吗？我这么生气，你还让我原谅，怎么原谅？我们现在说的是遇到了危险，就是说我有可能会挂，对吧？立了个劫，没有飞升成仙，还他这个凡人，这个心理的重灾区要不要重建一下呀？对不对？要不要重建一下？然后问题是，我要重建我的重灾区，你还让我先原谅你，我怎么那么闲呀？所以不要随便说什么胸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样的话，要先明确问题的性质。我觉得啊，伴侣手刀逃跑，它不是一个小错，它是人生怂路上的里程碑。我觉得没有人可能会原谅，怎么原谅啊？就是说，宝宝跑得挺快啊，挺理智啊，送你一对风火轮，下次记得提速。你是圣母派来的逗吗？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确，我就觉得如果伴侣
本能的跑了，我们就应该本能的恨他、怨他、不原谅他，让本能和本能之间擦出和谐的火花，多棒啊！就是这么讲原则。第二，我觉得不原谅和吵架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内心世界的秩序。我经常看到一种新闻，我跟大家分享2条。第一条新闻。男子带妻子公园划船掉入水中，独自逃生。妻子奋力挣扎中站了起来，发现水只淹到自己的腿肚子。第2条，近日佛山一小伙跟女友走夜路，途中突然闪出一彪形大汉，佛山小伙抱头鼠窜，女友事后接受采访很伤心，因为大汉只是来问路的。哎，遇到这种事儿，我好意思原谅你，你好意思接受吗？我好意思原谅你，你好意思接受吗？还有没有点自尊心啊？我要是原谅你，说我们俩内心世界得乱成什么样？一个爱的不要命，一个爱的不要脸。太棒了！生活里也有一些小细节嘛。我老公呢，他也是一个奇葩，就经常会犯一些低幼的错误。但是我不能一天24小时活在撕里啊，在家里我就会比较慈祥，有时候对他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我后来发现不行。就是有时候他错了啊，我不计较，他反而会不安，会觉得恐惧。然后我对他笑一下，他就毛骨悚然，觉得我在搞什么阴谋。我从此呢就总结出一个道理，我觉得人啊，他的心里都有一杆秤，一边呢放着他犯的烂事儿，一边呢放着他应该受的惩罚。如果你瞎原谅，就会破坏这种平衡。我跟你说，错误啊，它是一把锁，有时候我们用原谅捅打不开，为什么呢？因为合理的责怪和惩罚才是钥匙。第三是我唯一一个比较正经的观点，大家不要笑。我觉得就是不原谅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说人话就是对自己比较好。伴侣手刀逃跑，你原谅他，它伴随着对人性深刻的洞察，伴随着你对人性弱点的接纳和妥协。这个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从此你只相信人性，不相信人，因为你想通了。但是你一想通，你永远都不会快乐。你觉得人性就是如此，遇到危险就是应该跑啊，不跑才傻。有没有道理？有，但是我不想这么想，我不相信，我宁愿觉得你就是一个怂货，你是一个混蛋，就是你一个人的错。我也不愿意相信这世界上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在面对危险时会做出如此冷漠的理性的选择。是不是？爱情的真相就是这样的。平时我们就是手牵手、携手漫步模式，一到了遇到危险就变成雌雄赛跑模式，是不是？别人是灵魂伴侣，是不是？互相安抚，过命的交情。我跟你呢，用血肉之躯玩一辈子都跑得快。所以我觉得不原谅是为了让我更好的往前走。我相信。离开这个怂货，你一定能找到自己的超人。总会有那么一些人的，对吧？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拉着你一起跑，地震的时候不在一起，会把自己变成一台挖掘机，突的开过来挖你。最后我想说，我们每个人在爱情和婚姻里都会问一个问题：他爱不爱我？数花瓣，爱不爱？爱不爱？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答案，为什么？因为没掉进过同一条河里。但是现在他跑了，有了标准答案，你不会再问自己这个问题了。但是爱情和婚姻是靠什么维系的？就是靠不停地问自己这个傻问题。现在你都不问了，还原谅他干嘛？你说？婚礼的誓词很土，是吧？什么贫穷、疾病啊什么的，我都背不下来。但是我希望他是现在的样子，我不希望他变成说，傅首尔，你愿意嫁给某个男的为妻吗？他可以随时抛你而去。对吧？因为夫妻本是同林鸟，比的就是谁翅膀硬。你愿意吗？愿意的话，你们俩交换一下跑鞋，以后不用换戒指了，换跑鞋啊，跑鞋才是安全感呢。我愿意吗？我不愿意，所以我也不原谅。谢谢大家。好精彩啊！那现在轮到正方了哦，我们姜思达。
哎呀，这辩题听得我可难受了，太危险了，特别危险，是不是？我看这危险的辩题的时候，我其实特别不理解反方为什么还轮到站在原地那个人去原谅另外一半呢？另外一半能原谅你就不错了。啊？对呀，因为危险发生了，危险什么海啸，海啸在你身后，朋友们干嘛？跑啊，全都跑啊！所有人手刀逃跑，立刻 right now， 好吧？哎，真的就是，我觉得一点都不狼狈，跑鞋就应该准备好，是不是？能跑多快跑多快，跑完再谈情说爱。你说你就差那么一会儿，哎，我就记得了。你男朋友在前面冲呢，你站在原地，你这个白眼狼，海啸，啊，海啸就在你身后，海啸拍拍肩，哎 ，I'm here，OK。海啸拍拍肩，哎 ，I'm here，OK。最严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灾难面前人人自保，这是个常识。你别觉得你自己原地在那站着，你就是一个落魄的小仙女。全人类在灾难面前全都是落魄的小仙女，是不是？就飞机大家都坐过，安全须知告诉你什么呢？氧气面罩就在您座椅上方，如遇紧急危险，它会立即脱落。帮旁边人戴上，请先自己戴好，是不是？而且这个视频里是怎么说的？那妈妈先给自己戴好，再给她女儿戴，女儿都没说啥呢，你咋在那还要求你男朋友这个那个的呢？赞！小孩从小就应该理解，灾难面前人人自保，他能够得到，他也得先够自己的，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特别吊诡，大家发现了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预设都是男的跑了，女的没跑。那这件事反过来呢？女的跑了，这个男的站那儿呢，得说跑得好，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公平。所谓真正灾难的面前，人人都是弱势群体，你长再多的有什么用？我觉得你该跑就是要跑。如果你能允许女生跑，请你允许男生跑，是不是？你们说的可好了啊！我们不歧视任何人，男生也可以娘娘的啊！今天我娘娘的跑掉了又不行。我们从小到大接受了很多感动式的教育啊，电视上告诉我们灾难面前有人是怎么做，有人怎么做的。在这种感动式的教育当中，我们以为人类仿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他没做到这个样子，他就是不对的。其实他做到这个样子，你更应该是感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爱情是一种获得式的爱情，不是索取式的爱情。他给你了，你很高兴；他没给你了，也很正常。这件事儿，感动时刻。如果发生在你男朋友或女朋友身上，他为你挺身而出，这是加分项，这不是底线，这是他做到了，你要感谢他，而不是他没做到了，你要仇恨他，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对。第三个，我这个题面还有一个词儿叫做原谅，它不是分手。我觉得大家听起来可能差不多，反正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结局，要不要原谅和要不要分手。但是仔细想想不一样。当我说，不好意思，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了，和当我说不好意思，我永远不能原谅你，这两句话的情感密度一样吗？这两句话的情感密度不一样。分手了也许代表放下了，而不原谅就是永远放不下。我不觉得放不下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特别想问他，你把它提起来干嘛呢？就 OK， 我不原谅，我一辈子都不原谅。那按你反方的道理，我永远都不原谅。所以呢，你想要他道歉？他道歉之后，你原谅还是不原谅？你到底想怎样嘛？我觉得在你想不清楚怎样的情况之下，你不如就把它放下了，你就 let it go， 对吧？灾难出现了，危险出现了，这件事儿没有特别大的价值去怀念、去铭记。我觉得有很多我们灾后需要什么心理这个重新建设的这种工作，问题就在这儿，它也许是需要被忘记的。你既是慷他之慨，你也是慷自己之慨。好，那我们接下来轮到反方的，也是2辩了。郭俊这大希拉里，必杀技长得好看还学霸。首先啊，我想
先反驳一下张思达刚才的观点啊，因为他说，哎，为什么你们女人总是有双重标准？女生跑了就可以，男生跑了就不可以？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在灾难面前，如果受伤害是男生，女生跑了也是不可以的。我想请大家跟着我来想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的爱情观里有没有不能原谅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把爱情中不能原谅的事情，我们拉一个清单，我们会发现，你见死不救、弃我逃跑，一定是在这个清单处于非常顶端的位置。我其实很想原谅你啊，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我原谅了这个清单这里的位置，我该怎么不去原谅接下来的东西呢？比如说，我原谅了你见死不救、弃我逃跑，有一天你家暴我、你打我，我该不该原谅你啊？我该呀，我都死了，你都没有救我，你打我2下皮肉之痛，我为什么不要原谅你？啊，有一天你把女人带回了家，我该不该原谅你？我当然应该原谅你啊！你见死不救，我生命都没了，我都原谅你。你把女人带回家，我为什么不原谅你？有一天你对我说，哎，应该保大人保孩子，我觉得应该保孩子，我该不该原谅你？该呀，这不过是你再一次见死不救吗？你觉得我命不值钱吗？那如果我原谅了这里，我会不停地原谅接下来的东西，那我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是不是让自己越来越下贱？那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例子吗？是真的有。那民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张爱玲跟胡兰成的故事。那胡兰成当时是个大汉奸啦。那有一天呢，他走在路上，哎，就听到这个广播里说，啊，日本天皇投降了。哦，他吓得是魂飞魄散，手刀逃跑。那留下张爱玲一个人面对所有人对于汉奸夫人的讨伐。张爱玲选择了原谅他。因为张爱玲这次选择了原谅他，所以他只能去原谅胡兰成接下来种种的奇葩行为，什么找了个小三哦，什么小三怀了个孩子哦，什么胡兰成想要100万，张爱玲给了他，他只能去原谅接下来的事情，因为他连自己的底线都没有守住。你们知道，爱情其实是一个让我们双方都增值的过程。我本来是芸芸众生，我可以是 everyone， 对不对？我是 everybody， 但是因为我遇到了你，突然我觉得我有了价值，我是 special 的，我变成了 somebody。但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你 treat me like a nobody， 好吗？你当时跟我说，哎，你是 special 的，哦，结果遇到了危险，你觉得你自己是 special 的了。其次，我希望你不要对我说，哎，你知道吗？我逃跑真的是本能的反应哎，因为我一害怕我就跑了，你要原谅我。那我觉得你出轨还是本能的反应嘞。你看到人家白花花的大腿你就想摸，真的没有必要跟我扯这些。我们人类为什么那么歌颂爱情？是因为爱情可以战胜很多本能的欲望和诉求。我们为什么歌颂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什么歌颂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他们战胜了自己求生的欲望。对不对？他们把生的希望能给别人，他战胜了自己。所以我知道，在逃跑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做错，但是我不能原谅你，因为我还是一个对爱情有一点点底线和一点点要求的人。我不希望我只变成一个爱情对我有要求的人，我不希望我变成爱情的奴隶。谢谢大家。全婷老师，你觉得？我怕你要闪。好，来，永开，欢迎他。我觉得见死不救的那个例子有一点不太对，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灾难面前，换句话说，如果留在那里的话，受难的不只是你，还有我。所以，与其说到底见死不救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原谅你，倒不如说，当你在面对死亡的恐惧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忘记我？那其次，在讨论原不原谅之前，我想先谈一谈，就是当伴侣手刀逃跑的时候，剩下那一个人在干嘛？如果他其实也在手刀逃跑的话，那其实也就没有原不原谅的话题了嘛，因为2个人都在手刀逃跑，没有可能逃得慢的那一个看着逃得快的那个说你凭什么跑得那么快，我不原谅你，不就很奇怪吗？所以我觉得讨论今天这个辩题有一个前提，就是必然是灾难发生的时候有一方逃不了，而另外一方可以逃，而他选择逃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原谅他？大家听到这个情境，肯定第一反应就很愤怒，想说怎么可以逃？那真是一个人渣。可是换另外一个情境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灾难发生了，你不能逃，而你另外一半可以逃，他选择不逃，这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不会劝他不要留下来？
你会不会希望至少他可以活下来？你会不会劝他离开，不要这么傻，不要为我做这个傻事，陪我一起面对灾难？你会不会希望，如果我们2个人当中必须要有1个人可以活着的话，我希望那1个人可以是你？可请问一下，为什么当你的伴侣真的手刀逃跑的时候，冲进你的脑袋里面的第一个念头，不会想说哦，幸亏你可以逃离险境，而是想说，你怎么就逃走了呢？我绝不原谅你。这不好像我们中国人吃饭喜欢抢单一样吗？嘴上里面我们说来我来付了，我来付，我来付，然后对方说好啊，你付，你想干。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不原谅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不原谅的搞不好其实不是对方，我们不原谅的是那一个没有办法全心全意为对方担心的自己，这是我们所不原谅的。好。坦白说，就今天这个辩题，其实我可能是在座各位少数几个比较能够理解那种就是面对伴侣手刀逃跑的那个感觉的那一个人，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曾经面对伴侣逃跑过。那现实没有那么戏剧，就是我们没有遇到地震，我们没有遇到火灾，然后也没有遇到强盗，我们遇到的那一个灾难叫做我有抑郁症。可能在你们眼中就是有抑郁症就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可是你们要知道，一对情侣当中其实有其中一方有抑郁症，对于2个人而言其实都是一场灾难。对于抑郁症的当事人来说，他会无时无刻的去承担突如其来的情绪不稳定的那种痛苦，或者他无时无刻都在担心对方会不会因为他的情绪不稳定而被吓跑。而对于陪伴他那一个人而言，他需要面对另外一半突如其来的崩溃以及突如其来的失联，区别只是抑郁症的当事人他没办法逃，而陪他那个人有办法逃。而加油！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吧，我的另外一半选择走了。在发生的当下，我没有那么大度，我没有立刻原谅他，相反，我脑海里面闪现出很多次凭什么？凭什么走不出去的人是我，而你可以离开？凭什么留下来受苦受难的是我，而你可以离开我，然后过你自己的生活？甚至我会有一点自私的希望，你可不可以就留下来陪我，哪怕陪我受苦也好。然后这样的思绪一直重复了很多次，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短信，是我的前任发给我的。大意就是他其实这一阵子都有关注我的动态，那他知道我其实这一阵子过得很难过。然后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如果恨我可以让你过得舒服，感觉到舒服一点点的话，那你就恨我吧，没关系的。然后看到那封短信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了一件事情，恨他有让我变得舒服一点点吗？坦白说没有，恨没有像副手说的那样，就是让我获得救赎，相反，它延长了我的痛苦，甚至盖过了我的幸福的瞬间。我在选择不原谅他的那一刹那，我那一段时间的状态其实就仿佛定格在他抛弃我的那一刹那，一直不断的重复的轮回，而且走不出来。而且甚至轮回到我也忘记那个逃走抛弃我的那一个人，我们曾经有过快乐的时光，我们有过相爱的时光。而我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除了被抛下的我很痛苦以外，其实丢下我的那一个他，其实他也不好受。也许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也曾经想起抛下过一个自己深爱的人，然后选择让他独自面对痛苦，他觉得很自责。在看到那封短信当下，我其实不太需要骂他，因为我知道他心里搞不好已经骂过自己无数回。所以当下我告诉他没关系的。可是我知道这一句没关系，其实救了另外一个也在悬崖边上的人。这件事情坦白说发生了，对于在那面前的2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场悲剧，无论是被抛下的，或者是选择离开的人。可是
我选择用没关系这3个字，希望可以给这个悲剧画上一个句号。我不希望用恨这一个挂钩继续挂住他，继续挂住我自己。我希望我可以放过彼此，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看法。不好意思，还好。永开很棒哎，永开其实能够今天这样很勇敢的分享和可以再回忆这件事情，说明他真的放过了。我觉得放过是一个，你就开始喝。我们还在这边感动的要死，他已经开始喝酸牛奶了。但我真的觉得，其实恨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很多事情，啊，当然放过没有那么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反方可以抓住的一点，对吧？好，来，丙大夫。大家好，我是丙中心。丙中心没卸过黑老大腿的段子手不是个好医生，必杀技，我上过3000台手术。然后，刚才其实听到永开分享他的就是当年的经历，还是让我很有感触的。因为突然听到他讲忧郁症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伤痕可以这么深。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作为一个医生嘛，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中知道，本能反应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遇到危险，难道逃跑是唯一的选择吗 ？OK， 那我今天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No。我们大脑中有一个叫做边缘系统的一个部分，然后在我们遇到了危险或者危难的时候，它第一会启动一个防御的机制，这个防御机制不是逃跑，而是叫做冻结反应。我们在大街上，你和你的女朋友碰到了一个歹徒向你跑过来，就像一个呆子一样冻结住了，你整个懵掉了，你傻掉了，你浑身肾上腺素分泌，然后你的腿、你的手绷紧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实际上你在用很短的时间去做一个判断和一个选择。你的进化经验告诉你逃跑或者战斗，所以说你是有选择的，不是没有选择。当你面对危险的时候，你逃跑不是本能反应，而是你经过判断和分析之后做出的一个决定。你决定要抛弃你曾经说过那些山盟海誓不离不弃话的那个人，你做了一个决定要抛弃他。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原谅他吗？我们都听说过“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吧？你真的不知道，一段严重的危机创伤会给你的心灵留下多大的伤痕。那就像我们看过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一样，那对母女啊，虽然只经历了23秒的浩劫，但是他们却用32年才修复了这段关系。32年啊！是那么轻易就能去原谅的事情吗？而且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经常会有身边的人说，世界上有什么事是撸一顿烤串不能解决的呢？如果有，那就撸2顿好了。但是这样的吗？是那样你说的轻描淡写的伤痕吗？其实不是的。你面对了这么大的创伤，这么大的心理的灾难的时候，你会产生很多的心理的障碍。那这种心理的障碍实际上是心理学的一个范畴，叫做创伤后的一个应激的症候群。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干嘛呀？就像我们缝合一个伤口一样，你需要一个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处理。那么这样的伤痕、严重的创伤，你也一样需要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来帮你做决定，而不是简单的你说原谅就能放下的事情。简单的说原谅不原谅都太轻描淡写了，所以说不应该原谅，就是不要轻易的去原谅。谢谢。那到2排的自由发言时间，来，欧阳超。为方便有，浪都这么高了，你居然还在想，该不该原谅他呢？真是淡定到被野狗围攻也要当成集3000宠爱于一身。又想伴侣温柔体贴，又想他像大猩猩一样勇猛，太吹毛求疵了吧？危险之所以叫危险，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搞不定嘛。同志们，尤其是女同志们，能不能少看一点
不切实际的英雄救美的剧，然后开始干巴巴的在那里等，多看一点警察叔叔呕心沥血写作的自救逃生手册。你看看你伴侣，就可以在危机之时镇定自若的摆动双臂，这不就是逃生技能的体现吗？好，扶扶胳膊。他手刀说他刚刚挥了一下，是他跟上，然后说这边跟上，跟上，太好笑了。潇潇，首先呢，对面一直在强调让我们放下，放下，我就不知道我拿起来什么了，你们知道吗？哎，我跟他分手，我不原谅他，我离开他，我才是真的放下。我原谅了他，我继续跟他过日子，我才会带着一份恨吧，朋友们。然后呢，对面一直好像觉得我们这边一直拿爱情在说事儿。现在我不跟你们讲爱情，我为什么不原谅他？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礼貌。我大学呀就交了一群就是特别不怕惹事儿的朋友。我每次出去，我跟他们千叮咛万嘱咐，我说我们别惹事儿。我说你看我这穿的带着这脸，这对。我说你别惹事儿。我说你们惹事儿真的是就是万一把我挠了，就是我，而且我又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我也不能帮你们干什么。遇到危险了吧？我虽然打不过嘛，我象征性要去抓2把头发，对不对？是不是？这是不是有礼貌？我打不过我去抓2把头发。08年的时候，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好在上课。然后我们同学对大家都是手刀逃跑，我朋友多耿直啊，背着书包手刀逃跑，还说乖乖你快点，在做啥子哦？你看，哎，大家在这么危险的时候还记得回个头装个，哎。不管是我的同学还是我的朋友，是不是？你作为我的爱人，你连个都不愿意帮我做。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有素质的人，不管在多危险的时候，都会记得装。没礼貌。肯尼儿来，我觉得要解释一下啊。真实的这种情况跟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之后想了很久的一件事情，是去年发生在清明节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上坟，我和我爸爸还有我哥哥，我们去上坟，很干燥，烧的纸被风吹到了后面的草丛里。我一看那个火在大概3秒左右的时间，就一个火星噌，大概有一个小1平米左右的那个草就已经燃起来了。我那一瞬间脑海中划过了无数个解决方案。我是在生活中是个有那种选择恐惧症的人，我有时候想很多，就那种自诩为特理性，但是我手脚一动没动，就是刚才医生说特别对，冻结反应。大概2、3秒我就傻住了。我说，哎，火怎么变？水，哎，盖，棉被，哎，拿什么东西？他是收身子没动，尿。何老师冻结反应之后特别本能，我事后想了很久，我才发现，真的要看性格。在那一瞬间，我的堂兄就看到那个火的时候就开始退了，然后在大概3到5秒之后，他已经离开我们10来米远了。我爸呢，也就是那一瞬间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唰就把那件他身上穿的一件皮衣脱了。那件衣服是我去年过年买给他的，非常还比较贵。非常贵，才是关键。基本上是他这辈子穿过的最贵的衣服。我买给他之后，那接下来2个月他没怎么脱过，因为他走到哪他就会说这我儿子买的，特自豪。那一瞬间，他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反应，他啪就把那件衣服脱下来，空就已经盖上面了。然后上面的皮一下就卷起来了，这个褐色就变成黑色就卷了，我当时特心疼。然后开始他跳上去踩，我爸是个警察，我之前讲他30多年的警察，这是他的性格。说实话，中间他退休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就是可能家里一个慢慢老去的一个父亲。但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这辈子也做不到。他那一瞬间啪就扑上去了，然后我那个堂兄就退回去了。我会不会由此觉得他怎么都不管我们的亲人呢？何止爱人呢？也不会，因为我知道我那个堂兄的性格，他就是个谨慎的人。
他是个特别优柔的人，遇到这件事情他就会退，但是他不是一无是处。这种谨慎在生活中的另一方面，他就是执行力特别强，交给他什么事儿特别靠谱。我爸这种，你看起来很勇敢是，但是说实话，生活中他吵我妈吵得特别多，因为这种勇敢在某些生活语境中，他有时候跟鲁莽或者粗鲁也只有一线之隔。每一个不同的人在那种特定时刻都有各自的性格，那一瞬间发生的那几秒钟的事情，你由此来判断爱或是不爱，这是一个非常粗暴的判断。就由他一个5秒的反应就不原谅一个人一辈子，太粗暴了一点。谢谢。在导师结辩之前，我们问一下，那不下场辩论的导师有什么想要补充的？罗老师，您先。对不起，我觉得世界上有3种东西一定要绕过，就是疯狗、狗屎和人渣。这不是一种东西吗？在你那是一种东西吧？我们的生命太珍贵了。我们没有机会把自己搞得特别狼狈，然后还能翻盘再来。所以遇到那样的人，那就我原谅你，但是我能不跟你搞在一起吗？这是我的基本态度。不跟你搞在一起才是最大的不原谅。全林老师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跟你们分享一点这个人生经验啊。最重要的，我要跟马娟叶说的。你原来爱情小说看太多了，就你看了特别多的爱情小说之后，你就会经常被灌输说，爱情是没有原因的，爱情是没有条件的，爱情是不求回报的。但事实上啊，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人性的话，其实所有成熟的爱情关系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未必是回馈。在真正的很深的心理层面，我通过爱你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是人很底层的一个心理需求。即便你在一个网吧的背后去给他买饭，他沉溺在那里面的时候，其实你仔细想，一定有某种原因让你站在了那个地方。我未必要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一定要告诉你，千万不要天天把这句话罩在自己的头顶说，爱情就是没有理由的，爱情就是不需要回报的，爱情就是没有条件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你未来的幸福的可能性。另外，我跟思达说的是，你偷换了一个概念，就是你在飞机上的时候，如果我要救边上的孩子，我要首先戴上自己的脸罩。这个规定是为了让妈妈更好的来救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为了让他手刀逃跑不管你。好，我们把这个面罩的情景对应到手刀逃跑的场景里，这叫什么？是我一旦拿到面罩，我就深呼吸，深呼吸，让我更多的氧气，但是我不记得给你戴上那个面罩。包括刚才欧阳，你在那样逃跑的时候，你还挥了一下，因为那是一个本能，说跑啊，你未必要在那个时候拉上我的手，你哪怕一回头说跑啊，我都认为其实你尽到了你的义务。但如果你都没有一回头说跑啊，请问，如果你只是马东，我原谅你啊，你对我没有这个义务啊。但是你是我的伴侣啊，伴侣啊，伴侣啊，我要你干什么呀？是吗？我要你干什么呀？所以这就是我的基本态度，这个人是绝对不能再过了。但是我选择原谅他，为什么？因为只有彻底原谅他，我才彻底放下他，我采取原谅他来对他说，我的心里没你了，我不用恨你，我不用在乎你，我原谅你，所以我跟你没关系。全林老师奇袭了正方每一个人，然后说出了正方的观点。好，我们导师来结辩，我们欢迎康永哥。